Facebook 有一个社团，奇幻故事说不完。然后去年刚开的时候，大家就一直狂贴一些自我介绍文字类的东西。然后我想说，我写一下经历好，我就把去那边发生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写出来，这样。然后底下开始留言，就有人在起哄说：“哇，不然你就要翻魔戒啊！”我那时候有点想，这被人翻过，不要讲这么多比较好。然后就开始有人讲说，对他要进公共版权啊，可以翻啊。这个时候我编辑就突然敲我说：“不要再讲，他们真的要翻。”然后我在想说，真的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那镜头外呢，还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今天也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大家好，我是洋洋。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新朋友，是翻译家李涵。他目前已经翻译了超过35本书，其中也包含了知名的《阿甘正传》、《探变》以及 DC 的漫画等等。那我们这一次会邀请他来，主要就是因为他接下了这个重新翻译《魔戒》的重责大任。听说他当初呢，就是因为太喜欢《魔戒》，才决定要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所留学，甚至呢，还亲自到了托尔金在牛津的坟墓拜访过2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魔戒》为什么会需要重新的翻译，以及翻译时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那李涵可以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吗？大家好，我是李涵，目前是专业译者。那除了《魔戒》和哈比人之外，最近的译作也有《怪物宇宙学》，还有《通关升级》，这个在讲游戏设计的书。那之前有像刚才说的《探变》和《阿甘正传》这些作品，一些读者比较熟悉，应该是克苏鲁的呼唤系列。哦，克苏鲁呼唤也是哇，《魔戒》其实是一个1954年的作品啊，就连这个电影呢，也是在2001年就上映了。那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呢，真的只有听过《魔戒》，但不太知道它的内容。就李涵可以先帮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魔戒》是在讲什么吗？魔戒的故事设定是在一个我们现世界的一个虚构过去，一个上古世纪，在剧情里面叫第三纪元。那魔戒主要的故事呢，发生在第三纪元的末期。那在故事发生3000多年前呢，有一个魔王索伦，他为了统治其他住在中国世界的种族人类、精灵、矮人，他就谎骗他们，帮助他们制作另外19枚魔法戒指。这些戒指有各自的力量，可以帮他们得到强化自身的知识能力，或者维持他们的财富等等的。那他自己偷偷制造一枚黄金打造的这尊魔戒，用来控制那19枚魔戒。那在上个纪元结尾的时候，人类和精灵的联军合作击败了他，但是他只是肉身被消灭而已，魔戒本身并没有消灭，因为他在制作魔戒的时候，把灵魂的一大部分都注进去里面了，所以那个东西变成他的分身。在3000多年之后，到了魔戒本身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有一群哈比人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弗罗多戴金斯，他从他的表哥那边继承了一枚戒指，然后在故事中他发现说，这枚戒指就是索伦3000年前遗落的这尊魔戒。故事的流程就在弗罗多一行人从他们老家夏郡离开开始，一路到摩多去摧毁魔戒的过程。那我有一点很好奇，就是你有说你当初去英国读研究所，就是因为魔戒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是真的，当然当时理想是这样，他去了也是这样没错。我读研究所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因为托尔金也是中世纪学家，他自己也翻译过一些中世纪文学作品，所以他在魔戒还有哈比人甚至精灵宝钻里面都有相对注入一些中世纪传说的典故，然后引用，甚至是他自己的诠释都有。我当时写论文的主题是中世纪文学，可是主旨跟魔戒有一点差异，所以当时我写其实比较被《冰与火之歌》影响。我那时候论文写的是中世纪文学里面的背叛主题。那所以那个时候读完之后，你有重新再对魔戒有一些新的理解吗？到现在每一次看都还是会有。当然现在比较熟了，可是还是会在一些小地方，或者他描述一些地表的景象，可能是生物，可能是人讲话语气，都还是会察觉到一些以前判断好像是错误的。哇，一本书，但每一次看都会不一样的。对。那为什么会这么热爱魔戒啊？魔戒是我第一本看的原文书，然后那个是大概2000年初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电影上映的时候。那时候在报纸的戏剧版面上看到一个小小一格，就写说好莱坞要翻拍某个史诗大作，因为当时还没有奇幻这个字，中文还没有发明出来。然后他就说这本是像西方的《西游记》这样。那我看到这形容，觉得哎，好像蛮特别的。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住宜兰，然后那时候网际网络也不发达，基本上找不到资源，也没有人可以问。但是刚好那时候我有一个美籍的英文老师，然后我就去问他，那他就很讶异说：“哎，我怎么知道这个？”然后下一堂课的时候，他就拿出一个很大一本1991年版的 Alan Lee 绘画版《魔戒》，一大本精装本就这样借给我。然后我大概花了1个多月左右把它看完。那个时候是大概几岁啊？国1，所以大概12、13岁吧。那时候就看得懂了吗？对，我自己很讶异，因为老师那时候也蛮讶异的，就看不懂字就查这样子，就查对。对啊，1个月看完《魔戒》，而且是原文版，我觉得蛮厉害的。看完之后就很喜欢，然后又会觉得好像想要再看更多的东西。那后来就有找美国朋友帮我找到哈比人还有精灵宝钻英文的原著，所以就是都在电影上映之前就看过这些东
东西。像我刚才说，原本看那个《魔戒》的精装本，它的封面就是 Alan Lee 画，那 Alan Lee 后来也有参与电影的美术制作，所以电影里面有很多分镜跟他当时画这些插画的角度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像因为那本1991年的封面，他用的是第二部，以前叫双城奇谋，现在我们版本叫双塔叛谋。它里面有一段是咕噜带着佛罗多和山姆到摩多的黑门前面，就趴在蚯蚓上面看东方人联军进来摩多增援的部分。那张图我就印象很深刻，那张图是我对魔戒最早的印象之一。电影里面第2集的时候也有完全还原那个场景。这样子先看到小说，然后再看到电影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地方啊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然后有点失望吗？还是那时候还是非常的期待？当然电影上映都是很期待，看到的时候大部分也是开心，因为电影也是尽量的忠于原著。它当然有一些情节上是为了电影长度做取舍、删减然后改编之类，但是主要的剧情上面基本上差不多。你也可以看出他们设计上的细心点，所以看电影的经验是蛮开心的，以先看过书的感觉来说。但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我想要帮网友问一下，其实《魔戒》这本书以前已经有2版的中译版嘛，那朱学恒的版本就让《魔戒》在台湾变得比较普及，然后也因此他的翻译好像让蛮多人觉得还蛮通俗的。和近期有一些人认为朱学恒的翻译好像没有忠于原味，你是怎么看待以前这2版中译本的？一般我们现在说2版，其实之前大概有3到5版左右。联经更早以前还有出过一个更旧版本，我小时候有在书店看过，就电影上映前有看过那个版本。那里面的用词跟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以前 orc 现在大家普遍叫半兽人嘛，那以前那个最旧版本好像是翻奥克魔怪之类的，那我们现在是翻成欧克兽人。那这个有一个原因，到时候可以再讲。那联经版的问题在于说，他们那时候可能时间上不太多，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有看朱学恒直播，他在讲魔戒的时候，他好像说花了6个月左右翻译，好短啊。对，所以他可能有时间上的要求。我印象是6个月，也许听错，因为我是花大概1年半陆续做这样子。那他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说，他有一部分的漏译状况，它很多地方是确实有空掉，然后没有翻出来，那可能是当时太忙或者什么也不清楚。那也有一些是文句上使用错误，或者它跟托尔金本身的解释方式不一样。因为托尔金有一个译名指南，他自己在丹麦版和挪威版出版之后就有出一个译名指南，那大概30几页内容里面，他会去提到说哪些字、人、事物、地名该怎么诠释。那很巧的是，联经版在很多部分跟它是完全相反的。托尔金希望有音译的地方，它是意译；那托尔金要求意译的地方，它是音译。哇，好神奇！对，可是托尔金并没有强制大家都要跟随这个版本，他算是建议译者说可以使用他的这个译名指南。所以主要联经版的话，可能大家比较不喜欢的问题是在那边。那另外一个是邓家完的版本，那个在中国出版了，那版我只有看过一点点而已，他用词比较古雅一点，但他的细节我就比较不熟。这次为什么会想要重新翻译《魔戒》啊？因为托尔金在1973年逝世，然后今年是他过世50周年，那也是《魔戒》刚好出版70周年，因为他1954年出版的，所以《魔戒》今年刚好进入公共版权。那我们觉得有这个机会可以重新去再翻译一个版本，让它更贴近托尔金的原意，然后更能传达他本来想要讲的这个故事。哇，那你这样之前有曾经想过说，哇，自己是一个有机会翻译《魔戒》的状态？其实没有，就像你刚才讲，前面已经有2个版本了，所以没有想过。但是以前最想要翻译的是《沙丘》，沙丘》、《冰与火之歌》后面的续集，那个哇，都很硬派的。对对对对，那就想过要翻《基地》之类的吗？《基地》也是因为有人翻过，我就觉得那个翻过。那时候没有想到公版这个问题，后来有翻到《沙丘》电影设定集，算是还有沾到一点边的。那个时候怎么接到《魔戒》这个翻译的案子的？Facebook 有一个社团，就是奇幻故事说不完。然后去年刚开的时候，大家就一直狂贴一些自我介绍文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想想说，可能读者知道我都是从克苏鲁神话，那我可能不要再写克苏鲁了，就是写些别的。然后因为我在英国，所以我去牛津找托尔金的坟墓拜访过2次。然后我想说，我写一下他的经历，好，我就把去那边发生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写出来，这样。然后底下开始留言就有人在起哄说，哇，不然你就要翻魔戒啊。然后我那时候有点想，这被人翻过，不要讲这么多比较好。然后就开始有人讲说，对他要进公共版权啊，可以翻啊。这个时候我编辑就突然敲我说，不要再讲，他们真的要翻。然后我在想说，真的那不要讲。竟然是在这种社团里面发生的事情。那对你来说，好像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大礼吗？有，其实那时候我编辑一讲，我就跟他说我要接，但是那天晚上，然后我隔天其实都有想说，是不是不要接，因为会有压力，会觉得我可能会翻不好，会对不起这个东西。我可能再去他坟墓会不会天打雷劈？我之前去他坟墓就遇到一些事情了，会不会翻错，会被他处罚呀？但后来觉得还是要做，因为如果不翻的话，终究会有别人翻。那别人翻，也许会很好，也许会不好，不晓得。但终究不是我能控制，那我还是接下来这样。既然你这么喜欢，你就尽力把它做好。难得的机会。但刚刚你有讲到说，你觉得很担心翻不好，我常常也会听到别人讲说，就是《魔戒》是
一个很难翻译的东西，这为什么它很难翻译啊？它很难翻译的原因在于说，它的故事是基于语言学还有神话学。在托尔金的设定里面，他自己有一个他自己的叫做 Legendarium， 他的传说故事集，那个是从他的创世神话，从金银宝钻的故事开始，一路脉络到第三纪元。所以先辈知识要很多。对，你要把它当做一个现实世界来看，它有很多的设定是没有出现在书里面的，故事里面是没有出现的。那可是它剧情里面所有发生的东西，它的中土世界是建构在这个神话观，还有它各种语言上，它的精灵语、它的矮人语这上面的。所以，比如说可能旧版会有很多状况，就是因为它可能对精灵语或是对之前神话观了解不到那么深，或是研究没有到那么多，所以在翻译魔戒本文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地方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是包括读者在读魔戒的时候会出现的部分，因为它真的太过深了，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很写实的东西在看。我小时候其实是不这么喜欢奇幻这个题材，因为我最喜欢的东西是星际大战，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有人魔法星际大战就够，你还会像哈利波特发射光线，那个星际大战也有枪啊。但是读魔戒的时候，里面的对魔法、魔术这种东西的呈现方式完全不一样。你不会看到甘道夫把东西扶起来，你不会看到可能索伦出来喷火，他们里面都是相对用非常现实的手法去解决这些所有的难题，跟现在奇幻文学里面看到的概念是不太一样。它不会蓄力然后打出一个，因为你如果只看电影的话，你可能看到很表象、视觉化呈现的魔戒的故事，可是你只能得到大概50%到60%的内容，就算看加长版本的也是一样。它真正的东西都在书里面，你可能会没有办法看到诗意，可能会没有办法看到里面的悲剧，没有办法看到里面的信仰或神学，就是中土世界的信仰或者托尔金自己的信仰都有这个部分在。懂？那在翻译一个自己这么热爱的作品过程当中的这个压力，可以描述给观众听吗？就当时你大概会怎么样去想这些事情，或者是这个任务对你来讲有多么的重大？最困难的地方是哪里？其实感觉会很像佛罗多在奥运会里面讲说，我愿意接下魔戒，但我不知道怎么走。一开始都确实就有这种感觉，就是我都知道要怎么弄，但是实际要怎么去执行、去翻译不晓得，而且还有很多译名的取舍，可能要为托尔金的方式去更动。在翻哈比人之后还好，因为哈比人的笔触相对轻松一点。可是因为你已经在窥见那个世界的东西，比如说翻到一些角色，可能他在哈比人面就提到一下而已，比如说死灵法师，就是后来的索伦，哈比人面他只叫死灵法师而已。可是，在翻他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之后在魔戒提到他的时候要怎么办，或是像半兽人这个种族的问题，因为他在哈比人里面都用 Goblin 来形容。那在魔戒故事里面 ，Goblin 和 Orc 是一样的东西，它只是不同种族对他们称呼而已。以前联经版本是一律把它统称为半兽人。可是这个译名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因为包括我之前去问，都会有一些一般人读者会觉得说，所以半兽人，包括电影的印象，都会觉得他们是混种的东西。但在托尔金笔下并不是这样，他们是就是一种种族，就是一种种，它不是混种的，它不是半，它也不是兽，它不是兽人。而且托尔金对 orc 这个字的翻译是有要求，他其实要求要用原音来翻，所以在很多难度的地方是翻译过程要一直去查询他的译名指南，还有很多其他没有写在译名指南里面，可能出现他的书印集，可能出现他其他选集里面的资料，要去找说 OK 这些字名字到底要叫什么，甚至有些字可能只出现一次而已，读者一般根本不会有印象，那个他也会写一大段的解释，就要很进入这个作者他在形成这个作品的脉络里面。对，你要去考古他的东西，你可以不翻也没关系，但是不翻我觉得就会失去这个版本应有的原味，应该对他付出的责任，还有字数长度的问题，因为是真的很长。洋洋，你有曾经因为一个翻译然后而影响你对一本书的评价吗？有啊，其实我当初听到魔戒要重新翻译的时候，就心里面有一点震惊，就是因为小时候听到对于之前版本翻译好像大家是偏向好感的，所以就有点疑惑说为什么要重新翻。可是我就稍微看一下介绍，发现他这次的翻译可能会很着重在呈现托尔金的原意，或者是跟语言学相关，我就觉得说好像蛮有趣的。而且因为以前在看其他书的时候，有一些书他翻译的语句不顺畅，或者是他没有帮你做一点背景补充的话，其实你是看不懂的，或者是明明都是中文，但你一句中文读了2-3次，发现我怎么读不懂？这个我之前在读一些就知识或者商管相关的书的时候，常常看到，尤其有一些知名的译者，我就这个我好像看不太懂，为什么？然后翻了原文说我看懂了，原来是他翻错了。所以我就觉得翻译真的很重要。刚刚提到这语言学的部分是什么啊？我就有点没有办法理解。托尔金他笔下每一个名字几乎都是有意义，是几乎，因为有一些他在注记里面也会说他不知道这叫什么意思。因为在魔戒的故事概念里面，托尔金是翻译了魔戒，他翻了一本叫做《西晋红皮书》，这个从哈比人时代一直传下来的故事，包括像魔戒原文前面的这个书名，就是前面的符文漂亮。这个符文其实翻过来就是佛罗多戴金斯所著魔戒，然后就要托尔金翻译。对，只是一般你会觉得是花文，但这些字是有意思的。那因为他故事里面托尔金自己扮演的角色是翻译，他去翻这个上古时代的故事，
所以全部都是基础在语言学上面。所以包括他在设计这些名词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会去提到说，这个名字呢在精灵文是这个意思，可是翻成英文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最具体的就是像 Rivendell， 以前的版本翻瑞文戴尔直接音译嘛，其实听起来不是一个难听的名字，但是托尔金在不管是魔戒附录或是在译名指南里面，都有拿这个字来举例说，这个字必须要用英文，因为它是英文。Rivendell 有一个精灵语的名字是 Imladris， 那我们的版本里面是伊姆拉崔斯，以前翻成伊姆拉崔。我们的版本里面 Rivendell 我是翻成裂谷，因为它就是英文 ，Riven 是裂开的意思，切开，Dale 是谷地，所以是裂谷，它不是瑞文戴尔，就是那你把它翻成瑞文戴尔状况，就会很像白宫把它翻成怀特豪斯一样，会有这个状况在。那尤其是故事里面又会出现角色或是附录里面提到说，裂谷意思就是伊姆拉崔斯，可是旧版状况会变成说，瑞文戴尔的意思就是伊姆拉崔，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读者在读的时候不会觉得，我叫山姆，那意思是玛丽。会有这种奇怪的方式，好细腻哦，很有趣哎。可是托尔金自己在写的时候会去解释这些东西，他会在译名指南里面解释说这些名词原意是什么。它可能来自古英文，像洛汗的人事地物都是采用古英文，因为托尔金觉得他会说原本洛汗语不是古英文，但是他选择在剧情里面用古英文来象征这些角色的人事物名字。那在翻译这些洛汗人事物名字的时候，他也有要求说这些名字要音译，所以你看到洛汗的名字大部分都是音译过来，就少部分的例外哈，就是不要音译。我觉得这很酷哎，他还帮这件事情想到了，就是别人要怎么样理解这部作品。他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就已经想到别人该怎么翻译了，代表他对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注重的。没错。但我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有关符文的，很好奇，那个符文是托尔金自己设计还是寄存的东西啊？这些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他的魔戒附录里面有一个他的符文表，然后教你怎么写这样子。哇，所以托尔金创造了文字跟语言。精灵语是他自己发明的，没错。精灵语还有分派是辛达利语跟昆雅语，昆雅语就是他们的古典语言，像拉丁文那样，就是精灵已经不太用。那在剧情里面，它其实是一个有禁忌的语言，他们一般不可以讲，不是因为法术关系，所以他们上古时代的恩怨。你在电影里面听到的普遍都是辛达林文。那在后面人类学了也是从辛达林语去学这样子。可是精灵语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因为托尔金自己在被 BBC 访谈的时候，他有说精灵语太困难，他有生之年是做不完的。所以包括像电影设计一些精灵语对话的时候，他们都是另外再请托尔金学家照他的系统再去设想一些文法解释。就是想的那么细，难怪后来可以延伸出那么多的分支，然后各个不管是游戏啊或世界观，有的时候是复制一部分的这个概念把它拉出来了。那我很好奇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么困难的翻译稿费会比较高吗？就是翻译的这稿费是怎么算的？普遍是用字数。那魔戒当然它中文现在全部好像加起来，它比那魔戒好像快100万字，所以相对当然稿费会高一点。那你觉得这一次重新翻译的这个魔戒，它最精彩的地方会是在哪边？精彩地方太多，我实在很难讲。但是我如果就我自己，因为翻译的时候翻到一些桥段是会哭出来，会觉得说哇，有时候是觉得终于翻到这个东西，也就是我工作翻译做10年，然后终于做到这个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对，一个里程碑，就是很融入角色里面的感情的部分。第一个哭点应该是在甘道夫对付炎魔那个时候，对，然后也把他讲的话全部修饰过，这样，那时候觉得哇，终于到这个地方了。那后面也有很多地方，像 Faramir 以前是翻法拉莫，现在版本是法拉米尔，他跟他父亲迪奈瑟就是刚铎的米亚斯提斯的领主和刚铎的宰相，他们在有一些父子嫌隙那个地方也会觉得蛮难过，就是有自己带入进去角色里面，所以翻译过程蛮像在演戏，就是实际会写剧本那样。虽然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可是实际在翻译的时候还是会去带入他们，然后跟这些角色经历这些事情。那再来，我想要帮网友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都好奇说，为什么魔戒可以这么经典？毕竟它从1954年就开始，然后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认为此生必读的一个作品。想要问一下，对你来说，魔戒对于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影响会是什么？当年托尔金的概念是创造一个英格兰神话，到后面他加上他的语言学部分，加上他神话学部分，然后魔戒对世界带来影响，第一个他创造出了奇幻文学，他奠定那个奇幻文学。但是当然现在奇幻文学的延伸方式跟托尔金原本料想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他可能也不会希望像现在的不管是多媒体或者游戏、电影、小说各种诠释法，他不见得会喜欢，但他们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托尔金的影响，比如说《冰火之歌》，比如说布兰登·山德森的小说，或是《地海》这些，他们也许都受到托尔金的影响，但他们也有些可能是照着托尔金的脉络在创个自己的世界，有些可能是刻意要反托尔金的方式去创造一个更黑暗的世界，或是更诙谐的世界都有可能。所以由他做源头开始，他把以前19世纪像《爱丽丝梦游仙境》这种当时觉得是比较童话类型奇幻故事，他把它改变了，包括精灵的形象在欧美都是由魔戒开始改变，他把北欧精灵的形象带进魔戒里面。不然的话，早期的那个 Fairy
Elf， 欧美读者联想到以为是彼得潘里面的 Jingle Bell 那样一个小 fairy 长翅膀那样的形象，而不是我们现在想到的魔戒里面列格拉斯那种形象，所以他对后世影响就非常非常大。那最后我想问，就是除了哈比人跟魔戒之外，有关中土世界的这其他作品也有重新翻译的计划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当然会想要再翻《精灵宝钻》，还有未完成的故事 Unfinished Tales， 但是那个目前还有版权的问题，就是所以现在还不确定以后走向会怎样。但是我们应该还会再出一些中土世界相关的书。好，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观众说的呢？哈比人和魔戒，我们之后会做一个套书起来，也会有单册贩卖。那我们之后还有一些周边，包括像一些徽章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小东西，之后可能会做成一个 bundle 的方式一起贩卖，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尽量关注一下。好的，那今天的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也不要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或者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